欧洲的战火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真打起来了，自己又不敢出兵与俄罗斯在战场上较量，只能设法的鼓动全球性的制裁，试图给俄罗斯制造困难，让他无力再战。这充分体现了西方阵营的色厉内荏。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5万亿能够让穆迪回心转意吗？日本首相拉拢印度反俄失败。当地时间3月19号，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应邀访问了印度，并且与印度的总理穆迪共同出席印度日本年度的峰会。岸田文雄呢，这一次来其实是为美国当说客的，希望印度能够放弃对俄罗斯的友好与合作关系，转而投入美国的阵营。为了达到目的岸田呢还提出了一个5万亿日元，又合2668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日本想介入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来已久，但是一直呢没有什么进展。这一次印度对日本开出5万亿日元投资计划并不感冒，一方面是不想为这点钱卖身，另一方面呢也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们先来说说印度是怎么被蛇咬的。2010年，印度决定投资建造7条高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孟买到古吉拉特邦的首府埃哈迈达巴德，全长大概是500公里。这个项目呢，引来了中国、法国和日本3方竞标。日本提出完全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工程费用总计是995亿元人民币。日本呢将提供超过1万亿日元的贷款，大概是人民币649亿。这个数字比法国、中国提出的方案呢都要低。日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前往印度推销，双方基本敲定了合作的项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方都不靠谱。印度方面无法解决征地拆迁的问题，虽然很多配套的工程在2017年就动工了，但主体工程所需要的用地一直都没能彻底的解决。日本方面的方案呢也暴露出了各种问题，比如说为了省钱就没有考虑空调等等。在方案调整的过程中呢，工程费用是节节攀升，最后上涨到的2.5万亿日元，也就是1300多亿人民币。印度方面是大为不满。这个事情拖到了2020年，双方才正式签订了17工程的合同，先建造一段237公里长的高铁再说。那整个500公里的高铁什么时候能够完全完工投入使用，现在还不知道。据说至少要拖到2028年的冬天去了。237公里还没有成都到重庆的高铁长呢。我们成渝高铁用了多长时间来建设呢？这条高铁2010年3月22号开工，2015年12月26号开通运营，5年半的时间。但是成渝高铁穿越巴山涉水建设难度巨大，桥梁隧道占到总里程的67%以上。中国的这条高铁的通车7年呢，印度和日本合作的高铁还在磨蹭呢。所以这一次日本给印度带来的所谓投资合作，也就是2条高铁的钱，虽然不算少，但是对印度这么大的国家来讲，又算得了什么呀？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是个天文数字，再来几个5万亿日元也不够用。而且日本说的是投资而不是援助这5万亿日元最后还是要从印度身上赚回去的。印度人是极其抠门，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是非常反感外国企业从自己身上赚钱，哪怕是互惠互利的项目，印度人也不乐意。况且这5万亿日元的投资是带有政治条件的。日本要求印度背弃自己最重要的国际伙伴俄罗斯，加入对俄罗斯的这种西方制裁阵营。印度如果真的这么干了，造成的损失可不就是5万亿日元那么简单了。因为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武器装备供应国，俄罗斯不但为印度提供先进的战斗机和导弹，甚至向印度租借核潜艇，任何其他的国家都做不到这样。那么两国之间的交情不是用钱就能衡量的。而且俄罗斯虽然要从印度身上赚钱，但基本上还是把印度当做一个平等的对象来合作的，这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在岸田文雄访问印度之前，英国的贸易大臣在3月18号就公开宣称对印度拒绝谴责俄罗斯的立场感到非常失望。当时他刚刚与印度方面结束第2轮自贸谈判，
不但如此，美国也对印度横加指责，说印度不应该扩大进口俄罗斯的石油，而是应该买美国的高价油，还应该买美国的军火，而不是俄罗斯的。问题是，印度从美国买的反潜型逻辑反舰导弹付出的价格是美国军队自己采购价的8倍，这不是明摆着宰人吗？印度人虽然搞工业不太成功，但是数学计算能力还算过硬。西方为什么要求印度参加制裁俄罗斯，打的是什么算盘？印度政府还是能够识破的。所以呢，印度总理莫迪对岸田文雄采用了非常精明的应对方式，给投资、给援助都可以，但是让印度放弃政治立场追随西方那是不行的。除了印度西方国家几乎对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发起了威胁与恐吓，要求他们一起来制裁俄罗斯，而中国受到的政治压力那比印度大多了。通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发现西方国家这次完全是进退失据。欧洲的战火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真打起来了，自己又不敢出兵与俄罗斯在战场上较量，只能设法的鼓动全球性的制裁，试图给俄罗斯制造困难，让他无力再战。这充分体现了西方阵营的色厉内荏。这就是中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霸权的衰落。好，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